卓平板只有华为和其他。好吧，我承认刚刚我的语气稍微有一丢丢的浮夸，其实我不需要那么去强调，因为这几乎是每一个人的共识。安卓平板的确只有华为值得买。这么说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啊，如果你只是追剧，那其实要选的无非就是屏幕好点的平板电脑，这个需求大部分时候都会指向 iPad。如果说你想要玩游戏的小平板，那么就是联想小新，但是小平板的需求其实并不太高。而当你想要彻底的释放生产力，那肯定是华为。最近的华为 MatePad Pro 12.2，毫无疑问就是瞄准了办公场景来的旗舰平板。其实以前我一直在怀疑平板电脑配笔的一个意义，因为从大部分产品的一个设计和功能逻辑来看，笔能做到的，其实手指也可以。直到随着平板应用场景的一个扩展，有这么一类场景需求高精度以及纸质的书写触感，那么触控笔的重要性才被提起来。天生绘画是这次华为 Pad Pro 12.2重点提及的功能，也是平板电脑刚需触控笔的重要场景。这次天生绘画增加了动画新功能，在画布中将自己构想的一个连贯动作拆分成最基础的帧画面，这样就能够快速的形成自己的手绘动画，最高每秒30帧，大家可以设置成30或者24，都是比较符合日常体验的。简单给大家画一个雨滴落下的动画吧，看我10秒完成。为了能够让画作连贯，播起来更像动画，天生绘画会在屏幕上显示轨迹，方便进行后续的创作。触控笔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主要是2个，一个是手笔同时操作带来的便利性，另一个是下笔的精度。触控笔的下1/3是操作区域，不管你怎么按，也没有固定的方向，只要按下来就能出现操作盘，你包括像什么取色呀、复制图层啊、粘贴等等操作。另一个就是画笔的精度，包括下笔的粗细、深浅以及到哪里停，这些都是需要更加准确的操作，这是绘画的核心。想想你用手指头操作，笔尖到哪还得凭感觉，这种不受控的绘画听起来就让觉得不太靠谱。当然，华为 MatePad Pro 搭配的这支 M Pencil Pro 触控笔在鸿蒙生态中还肩负着其他重要的功能，这个我们放在后面来说。天生绘画也增加了新的油彩风格，立体笔刷很有真实油画的质感。会画画的你们来评价一下这个油画的质感怎么样？绘画其实并不一定是给设计用的，家里孩子适龄了，也可以用它来激发一下想象力。搭配上华为的新月键盘，一个非常完整的移动办公设备就搭建好了。数字区的上边呢有个隐藏的触控笔凹槽，键盘除了当保护套之外，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户外需要文字编写以及部分软件的快捷操作时，为用户提供了更可靠的方式。其实，在最开始配套键盘触控笔的时候，有个小插曲，我像传统设备那样，先去看蓝牙，结果怎么都没找到设备。后来一想，华为应该是用星闪的，惯性思维真害人。生态永远是鸿蒙绕不过去的话题，好坏皆有。坏的就是鸿蒙 OS5在应用上依然不够完善，有些应用呢还是不能用，也没有侧载，只能试试卓一通。好的就是鸿蒙还是一样流畅，且功能应用还是非常贴合这个产品的定位，在移动办公场景中能够带来真正的生产力，而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比较经典的也就是以前华为平板就支持的，你比如手机、平板电脑、PC 的3端跨设备协同，支持从另一个设备直接拖动文件到平板上来，在出差的时候直接调取手机里面的图片文件更有效率。比如多窗口形态，分屏、小窗、全景多窗、自由多窗，多窗口操作效率更高。当然，除了办公，购物也挺有效率的。而且在应用生态上，华为真的已经很努力了。这次登陆了一些鸿蒙电脑应用，你比如万星脑图、万星图示、中望 CAD 之类的，再多一点时间，我相信生态总会解决的。真正的杀手级应用还是在这支 M Pencil Pro 触控笔上，或者说 AI 上。只要轻轻捏一下笔身，就能快速的呼菜单，
全局批注。你在平板上阅读材料时，可以快速的批注并保存，分享给同事，高效且沟通更及时。速记，开会的好搭子。一键摘录，对于像我这种搞内容的，配合多窗就能快速的收集素材。小易圈选，搜文字、搜图片、搜地点都可以。看见不认识的搜一搜，就能马上将自己过去没接触到的知识一一放进我们的脑海。笔尾呢是小易对话的快捷按键，单击即可唤醒小易智能体，及时问答，答案呼之即来。双击笔尾，小易即可实现语音转文本，在一切有文字输入的文本框，它都能解放键盘输入。最近重庆很热，大家一来重庆落地就变熟人。想到了吧？开会的时候，它就能帮我们做会议纪要。这还不算完，在备忘录中，我们可以直接对内容进行 AI 摘要和排版。生成会议报告真的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全新的小易赋予了华为 MatePad Pro 更全面的能力，融合了 DeepSeek 之后，它能做的更多了。比如你在阅读文档的时候，可以直接唤醒小易智能体，通过分屏对话快速的总结文档的内容。这一点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为大家体验过。有了 AI 之后，华为 MatePad Pro 的平板生态在有限的范围内确实达到了平板轻办公服务天花板。未来随着应用的进一步丰富，华为 MatePad Pro 还会有更多潜力释放出来。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板块放在一起呢？其实我自己也是用华为平板的，就是上半年大家经常摸奖的那款 11.5S 柔光版。由于我的平板一般用来追剧和玩游戏，所以在使用时就很容易和今天这款华为 MatePad Pro 来做对比。从显示上来看，虽然说它都是柔光版，但是华为 MatePad Pro 是双层的 OLED。其他像什么寿命之类的优势咱先不提，你一眼其实就能看出 MatePad Pro 柔光版它的亮度要高很多。现在柔光版的技术一般都是通过对屏幕玻璃盖板的一个处理来降低屏幕反光，提升视觉的舒适度。你比如 A7 磨砂这类方案，一般来说会极大的影响亮度以及清晰度，但是在 MatePad Pro 上影响却没有那么大。双层 OLED 可能是最大的改良因素之一，咱把屏幕亮度拉到最大，它没有柔光屏那种看上去雾蒙蒙的感觉，很亮很清晰，但它亮度起来之后却不会显得刺眼。华为的云栖柔光屏确实好用。另一个游戏上的体验，华为 MatePad Pro 适配的游戏比我想象的多，但也只是好一些。华为平板玩游戏的最大优势其实是可以通过外接键鼠映射，它不像模拟器 Qt Screen Copy 这类软件，要么本身有操作延迟，要么对系统有要求，设置好键位就能操作，你只需要额外的接一套键鼠以及 HUB， 就能用电脑的方式操作手游。而在 MatePad Pro 上，我并没有找到应用助手或者是游戏空间，也就代表着键鼠映射暂时无法使用，这可能是升级鸿蒙 OS 5之后带来的新问题。如果说你现在依然抱着看爱奇艺的想法来使用这个华为 MatePad Pro 12.2，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因为其实其他很多平板它都能胜任，就像你说用 iPad 来看爱奇艺一样。不过不同的是，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追剧用 iPad Pro 太贵了，而对于华为 MatePad Pro 则是不能物尽其用，感到很可惜。好的产品同样要在最适合它的环境中展现出价值，移动办公场景毫无疑问才是最适合华为 MatePad Pro 12.2发挥的地方。华为平板领先的大屏交互，对 AI 和用户需求的深度挖掘，对技术的应用落地，都让移动办公不再是空谈的画家。如果说你真想用平板干点活，华为这台确实不强。记得点赞关注哦。